我妈同时照顾我和弟妹坐月子，每人每天准时1碗鸡汤。我看见那碗汤当场就吐了，说要去月子中心。我妈哭着不同意，那月子中心多贵，外人哪里会比你自己的亲妈照顾得仔细？全家人知道后，都指责我是个白眼狼，没良心的东西。直到我将锅里的东西全部倒出来。我比弟妹晚半个月生产，所以我生产的时候，我妈一直在家照顾弟妹坐月子。产房外面就只有我老公一人在等待，他是孤儿，没有亲人。我不是孤儿，却只有他陪着我。直到我生产完的第2天中午，我妈才慢悠悠地过来。她先是瞥了一眼病床上的我，装作不经意间问：“听说生的是女孩，算了，反正你顺产要不了多久就恢复了，等半年之后又可以怀孕。你是知道的，虽然你没有婆家，但总归要给你老公留个种。”老公耐心解释道：“现在男孩女孩都一样，西西她生产的时候太过辛苦，我们有一个小孩就够了。”我妈嫌弃地说：“当时都和你说，不要找这种家庭，现在好了吧？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我朝她呵斥，示意她不要再往下说了。妈，我妈不情愿地闭嘴。我太过于虚弱，实在是不想张口说话，也就没有理会我妈。生产完以后，我一直很困，迷迷糊糊的就把眼睛闭上了。这时，我听见她说：“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你弟弟的小孩又哭又闹，我实在是脱不了身，就没有来看你。希望你不要生妈妈的气，到时候让我照顾你坐月子。”我张开嘴巴，老公瞬间明白我的意思，赶紧给我喂水。“不用了妈，就不麻烦你了，我已经找好了月子中心，你还是安心照顾弟妹吧。照顾一个人你都有些忙不过来，更何况是2个孕妇。怀孕的时候我就已经找好了月子中心，因为那个时候我妈说，到时候照顾月子的事情你就交给你老公了。我把你养这么大已经很不容易，别再让我操劳了。我本来就没有奢求过他会照顾我，但我没想到他在我生产的当天，甚至都没有出现一下。就算他不说，我也会订好月子中心，现在却又跑来说要照顾我，真的很奇怪。我妈着急地说：“月子中心要花很多钱的，你们才生了小孩，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多，怎么能这样浪费？我照顾1个孕妇和照顾2个孕妇不都是一样的？你们小年轻不知道养1个孩子要花多少钱，就这么决定的。等你出院之后，我就搬到你那边去，除了你自己的亲妈，还有人会心疼你。”我妈说完就离开病房了，没有给我任何拒绝的机会。我想着，大不了就让她照顾一段时间，或许我妈真的是好心的。老公也安慰我道：“要是妈照顾的不开心，我们马上就去月子中心。”在医院待了3天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妈已经提前将她的东西搬到了客房。我问她：“你现在住到我这边的话，弟妹那边怎么办？我刚想和你说这个事情，可不可以让你弟妹也住过来？这样我也方便照顾，不然要是两头跑，总担心把你们其中一人照顾不好。等你们都出了月子，到时候我和他再搬回去。”我有些犹豫，我也不是没想过，要是他们搬进来之后不愿意再搬出去怎么办？我问我妈，为什么是弟妹搬进去，而不是我搬回去？我妈心疼地看着我：“你才生完孩子多久，怎么可以来来回回的折腾？”她知道的，我从来都是吃软不吃硬，别人对我1分的好，我就会以10分回报。考虑到我弟现在在外面打工，家里面就只有弟妹和我妈2个人，同时也是为了让我妈轻松一点，我还是点头答应了。我的印象中，弟妹是个很好相处的人，不同于我弟爱耍无赖的性格，她变温柔很多。
和我见面的还是总会很有礼貌地叫我。想来我们应该也会相处愉快。家里面是一套3居室的房子，主卧、次卧加客房，他们来了也住得下。孕妇每天要吃5、6顿饭，每隔2个小时就要喂1次奶。而我妈同时照顾2个孕妇，几乎一整天都是在忙碌的路上。刚刚哄完弟妹那边的孩子，我这边的孩子又哭了，他就像跑接力赛一样，去玩这边，去那边。我看着他的样子，不免有些心疼，便和老公商量多给我妈拿一些钱。老公对我的建议向来都是支持的。我妈说：“你们现在坐月子，每人每天都要喝1碗鸡汤，用来补充营养。欢欢坐月子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给她弄的。我对你们2个都是一视同仁的，没有一点偏心。你是知道的，从小到大，我对你和你弟弟都没有过一丁点的不一样。你那该死的爹死得早，我一人拉扯你们姐弟2个长大，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当时你怀孕的时候，我说不来照顾你的话，都是唬你的。我又怎么会不心疼自己的亲生女儿？”我妈将那边房子冰箱里面的肉全部拿过来，放在了这边房子里面。我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正好碰到她回来。她大包小包的在往屋内搬东西。她举起手上的袋子给我看，这些都是我找你大舅妈买的，乡下农户养的土鸡，营养价值是最好的。前段时间欢欢已经吃了10几只了，现在这里还有7、8只，到时候吃完了，我再拜托他们买。这么多，妈你怎么不等以安下班回来之后陪你去拿？我妈嘿嘿地笑着：“不用啊，这点东西我还是可以的，你可别小瞧了我。”我刚准备伸手去帮忙，我妈就连忙将我推开。她推我的动作非常大，险些将我推倒在地上。我不明白她的反应为何会这么大。你来干什么？你还在坐月子，不好碰这些东西的。我自己来就好。我看见我妈身后有一个袋子，里面的东西看起来有些奇怪。那个袋子不大，我刚刚却在里面看见了4个鸡头。弟妹听见外面有动静，就从房间里面出来了。妈，姐，怎么了？我回答她：没事，妈，我来帮你吧。姐，你现在太虚了，还是赶紧回房间休息。刚刚被我妈推了一下，现在头有点晕。我只好回了房间。第2天，我妈已经煲好了汤，端到我的床边。黄色的鸡汤上面飘着一层油，这些都是我在怀孕之前碰都不会碰的东西，快趁热喝了。我熬了1晚上的汤，营养价值是极好的。你和欢欢一人1碗。我从我妈手里将碗接过来，刚准备喝一口，可一闻到油的味道，就捂着嘴巴想吐。妈，你先放在这里面，我休息一下，待会儿就喝。那你尽快喝了，待会儿冷了就不好了。我平时不太喜欢喝这些油腻的汤，但现如今刚生产完，只好硬着头皮让自己喝下去。过后的每一天，我妈一大早都是准时给我和弟妹盛1碗鸡汤后，就出门买菜。我逼自己喝完汤，翻个身准备玩手机，突然小满哭了。我起身想将她抱在怀里哄哄，她很乖，我稍微逗一逗就笑，长得胖嘟嘟的，嘴巴还在吐泡泡丸。我沉浸在初为人母的喜悦当中。这时，我突然发现小满脖子上面戴的平安锁不见了。那是我怀孕7个月的时候和老公一起去店里选的一个小金锁，内壁还印着小满的英文缩写。小满一生出来，老公就给她戴上了，就是希望她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我将手伸进她的衣服里面去找了半天都没有。明明昨晚我逗她玩的时候还看见戴在脖子上面，现在怎么就不见了？可能是今天早上我妈给她换衣服的时候不小心弄掉了。
我想起我妈今天早上将衣服放在洗衣机里面，应该还没来得及去洗，准备下床去找。我妈走之前，特意提醒过我，你把鸡汤喝完之后，碗就放在床头柜上面，等我回来的时候再收。我想着自己也能活动，就顺便将碗放在了厨房里面。走进厨房，我看见灶上放着2个锅，一打开，却看见了令我震惊的一幕：一个锅里面是一只完整的鸡，唯独被去掉了脖子、鸡屁股和鸡头；另一个锅里面是各种鸡头、鸡脖子和鸡屁股。有鸡头和鸡脖子的那个锅里面的汤没有一点油水，灶台上面还放着一瓶菜籽油。弟妹生的是男孩，从怀孕到出生，我妈都是悉心照料，生怕有半点问题，所以我这些天一直以来喝的就是鸡头和鸡脖子熬的汤。鸡头和鸡脖子煲出来的汤哪里有油水？我妈害怕被我发现，便用菜籽油来代替鸡肉的油脂。想到这，一股恶心感袭来，我疯狂抠嗓子眼，想要将这些天喝进去的东西全部都吐出来。我趴在水池旁边吐，直到胃里面已经没有东西。或许从一开始，我就不该对我妈抱有一丝期待。在她眼中，除了她儿子和孙子，就没有任何人。我还真以为她嘴硬心软，懂得心疼我。我马上给月子中心打电话说，我很快就会搬过去。如果我继续让我妈照顾我坐月子，我迟早会得抑郁症。我妈买菜回来之后，就去了弟妹的房间。我小心翼翼地凑在门口听，妈，我们以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吗？你安心住的，你姐这里是学区房，以后超超长大以后的读书问题也解决了。真的吗？那就太好了。我在门口听着他们的谋划，自嘲地笑了一声。我敲响了门，我妈从房间里出来，看见我站在门口的时候，吓了一大跳。你怎么站在这儿？还不回去躺着？要是着凉了就不好了。我对我妈说，这些天您同时照顾2个孕妇，实在是太辛苦了。从明天开始我就去月子中心了。我妈急了，她直接就跳脚了，双手叉腰指着我骂，你个没良心的，老娘有哪点对不起你？你要去月子中心，不准去。我没耐心地说，我已经决定好了，明天你和弟妹就搬出去。听见我们的吵闹声，弟妹也从房间里出来了。姐，你在和妈吵什么呢？我妈坐在地上哭闹着。天杀的呀，我把她拉扯大，她现在就开始嫌弃我了，嫌我不会照顾人坐月子，嫌我老了。我现在才60多岁，她都这个样子，等我70、80岁了，她还不得把氧气管给我拔了。我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她坐在地上撒泼打滚，别白费功夫了。我决定好的事情，别人都干涉不了，有着时间在这里撒泼打滚，不如把体力好好保存下来。弟妹也大声斥责我，姐，你能不能少说2句？妈照顾我们已经够辛苦了，你不领情的话就算了，但是你也不能指责她。弟妹看起来已经不是原先的性格，她成了既得利益者，已经和我妈成为统一战线的人。从头到尾我都没有指责我妈半句，只有她一直在说我嫌弃她了。我妈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她直接就用袖子擦。我看那青绿色的鼻涕挂在头发和衣服上面，更加坚定了我明天就要去月子中心的心。好你个不孝女，我现在就把你大舅和二舅一家叫过来评理，随你。她打电话摇人的同时，我也打电话把老公叫回家了。大舅和二舅一家差不多10几分钟就赶过来了。老公公司比较远，应该还在赶回来的路上。我妈看见她的帮手来了之后，脸上的表情就更加委屈了。我妈带着哭腔说，大哥、二哥，你们终于来了，要是你们再晚来一步，我就被这个忤逆不孝女扫地出门了。
大舅妈赶紧将我妈从地上扶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刚刚你妈在电话那头哭的才叫一个惨，说自己的亲生女儿要将她扫地出门。你妈为了照顾你坐月子，特地托人找我在乡下买的土鸡，每天给你补营养。你怎么能这样对她？我嗤笑一声：真的是给我吃的吗？大舅妈不明所以地看着我：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不是给你们两个吃的，难道还是你妈妈自己吃的独食？我妈的哭声越来越大，每天早上那碗鸡汤我就当是喂了狗了。我每天早起5点就起床，晚上1、2点才睡，同时照顾2个孕妇，我容易吗？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就该叫你那该死的爹把我带走算了。弟妹大喊：妈，你在说什么胡话？姐不懂事就算了，你也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二舅扬起手来想要打我，最后还是忍住了。快点和你妈道歉，你小时候我都还打过你，别以为你长大了我就打不了你了。我还记得我大概3、4岁的时候去二舅家，就因为在餐桌上多挑了一块肉，二舅妈脸瞬间就黑了下去，一直不停地挑我刺。小孩子本就马虎，就因为我上厕所的时候忘记关灯，二舅对着我的嘴巴就是一下。从那以后，我看见他的脸就害怕，更别提去他家。二舅妈坐在沙发上，慢悠悠地拿起桌上的夏威夷果就开始剥。谁叫你当初不把他送走？你总想着以后他可以试试帮着林州。你看他现在的样子会吗？他是个看热闹的主，对着我妈就是一番挖苦讽刺。总之，只要别人家不太平，他就开心。我妈把他叫来帮忙，看来是想错了。二就是个耙耳朵，是不会帮着我妈说话的，他只会由着二舅妈。都怪你把他养成这副泼妇样子，还不是你咎由自取。我听见他骂我泼妇，一把抢过他手里面刚刚包好的夏威夷果，往他嘴里塞了一勺干椰酸奶。二舅妈还想继续说，但被酸奶把嗓子呼住了，她疯狂地捶着胸口。二舅在一旁急坏了，着急地问我：林夕，你到底给他喂了什么东西？是水泥吗？要是你二舅妈有什么问题，我不管你是不是在坐月子，一定会把你送进警察局的。二舅妈大概咽了2分钟，才终于咽下去。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大舅终于开口了：你现在马上给你妈还有二舅妈道歉，否则我们林家就当没有你这个人。我觉得好笑，他们总爱拿长辈的威严压着我，希望我可以变得逆来顺受。当初我结婚的时候，我妈拿到老公彩礼钱的时候就说过，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以后你就是沈家的人。现在还在说什么林家没有我这个人？我看着眼前这几个我有血缘关系的人，竟莫名觉得心寒。大家都在逼我这个孕妇承认自己的错误，在用所谓长辈的威严压我，在用孝顺的头衔对我进行道德绑架。我不听，我就不配成为我妈的女儿。可我这次偏偏就要选择不听他们的话。我整理好自己的情绪，努力挤出一个微笑。不着急，你们来了半天，想必也是没有吃午饭。我还是先去给你们盛点汤。二舅妈说：算你还懂点事。听见这话，我妈和弟妹的神情明显紧张了起来。我走到厨房里面，在那口锅里面盛了4碗汤端过来。二舅妈是最先端起来的，她轻轻吹开鸡汤表面的油脂，喝了一口，紧接着她发出尖叫声，将碗重重地放在了桌子上面。她咬牙厉喝道：好你个林夕，竟拿些没人吃的腌杂货来糊弄我们！看见她这副跳脚的样子，我忍不住发笑。没错，她的那碗我给她盛的鸡屁股是最多的。我不是小气的人，在我家我的肉可以给她管够，
大舅妈迟迟没有端起那碗汤，估计我妈的一系列计划她都是知道的，有可能她还在背后出谋划策。她这人的性格就是特别爱多管闲事，而且嘴碎。大舅妈，你也快点吃，你这碗我可是给你盛了5个鸡头，够你吃个饱了。大舅妈脸都气白了，弟妹赶紧劝我：“姐，你别这样，都是一家人，你何必搞这一出？你这样会让妈在中间很难做的。”我一改之前的好态度，和他对视：“你又在这装什么？你们2个难道不是一伙的？你今天要是把这碗鸡汤喝下去，我就不闹了。”弟妹为难地端起来，闭上眼睛，想要逼自己咽下去。这时，我妈端起桌上的鸡汤泼向我，她还是太沉不住气了，担心喝了这碗鸡汤会影响弟妹的奶水。老公刚好开门回来，看见这一幕，赶紧挡在了我的面前，将我死死地护在怀里。还好鸡汤只是泼在了老公的包上，要是真的泼到我身上，我身上肯定会被烫得起泡。我还是有些没有缓过神来。老公连忙问我：“怎么样，没泼到吧？”我摇摇头示意我没事。我躲在老公的怀里，看着眼前所谓的家人，只觉得恶心。现在老公在这里，我也算是有人护着了，不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我装了半天的坚强，终于可以在现在露出一点点柔软。我声音沙哑地说：“你们口中这碗难以下咽的鸡汤，我足足喝了5天。”我妈马上打断我说话：“你乱说什么？这些都是我给楼下流浪狗煮的，你为什么要在这里造谣？”我直勾勾地盯着她的眼睛：“是吗？小时候我抱了1个月的流浪猫回家，只是想给它一口饭吃，你趁我上学的时候偷偷扔到臭水沟里面去。等我放学回来的时候，小猫全身湿透，已经没有了呼吸。我永远记得当时你说，流浪猫狗身上全是病毒，不要把林州传染了。还是在妈眼中，我就是那所谓流浪猫狗。”弟妹摆出一副教育的态度：“姐，你说这话是不是会寒了妈的心？”我真的不想再听她叽叽喳喳的，转头对她说：“关你屁事！”我继续说：“从小到大我都没有让你操过一点心，大学和研究生都是拿的奖学金，就连学费也是助学贷款，而偏偏是我那个初中辍学进电子厂的弟弟，可以得到你全部的爱。明明我最心疼他，他却认为我好欺负。我已经不再奢求从我妈那里得到爱的了。”老公一脸心疼地看着我，不停抚摸着我的背。大舅妈不屑地说：“林夕，你都快30岁的人了，能不能懂点事？居然在这里埋怨父母。”我闭上眼睛说：“如果你们还不相信，我可以将厨房里面2个不同的锅端出来。”我让老公将2个锅端了出来，可以很明显的看见其中一个全是鸡头、鸡脖和鸡屁股，没有一块正常的肉。二舅妈看见之后又没控制住，拿起一旁的垃圾桶就呕了起来。我将那个锅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在了桶里面，刚刚给他们盛的只是里面的1/4，谁不知道小狗是不能吃鸡骨头的，那些会划伤它们的肠道。你说流浪狗是想来骗谁？我就是那个可怜的流浪狗。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些鸡的边角料就是弟妹前段时间坐月子吃剩下的。那天要不是我恰巧发现，我是不是要喝1个月？老公自责地哭了，都怪我，要是我进厨房看看，就不会让你喝了这么多天。我听见主卧里面传来哭声，女儿应该是听见外面的吵闹声，加上长时间没有看见我，哭了起来。老公赶紧去把孩子抱起来哄，我才想起我忘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指着女儿空空如也的脖子质问我妈：“小满脖子上面的平安锁呢？”我妈装也不装了，大言不惭地说：“我拿去给超超戴上了。”
要不还说是你小气，只知道给自己的女儿买，也不晓得给你的侄子买一个没良心的东西。再说了，她一个女孩子何必要带那么好的东西？我淡淡道：关我屁事，这是我们自己挣钱给她买的，让她的爸爸妈妈给她买呀。将女儿哄好放回房间之后，我走到次卧里面，准备拿回属于女儿的东西。弟妹走过来，还想拦着我不让我进去。你这个疯女人，凭什么进我的房间？我笑了。你的房间，这里是我家，和你没有半毛钱关系。老公将她拦在外面，我妈也想来阻止我，可老公毕竟是长期健身的，加上身高快要到1.9米，将他们2个拦在外面不在话下。至于其他4人，本就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打嘴炮倒是可以，哪里会真的来帮我妈？二舅妈歪着脑袋看热闹。我走到侄子的面前，想要一把将平安锁扯下来。弟妹以为我要伤害她的孩子，在门口声嘶力竭：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有什么你就冲我来。我妈在那咬牙道：你今天要是动我的孙子，我就算死了也要拉你下地狱，我诅咒你不得好死。我妈冲到厨房去将菜刀拿了过来，我要杀了你。弟妹眼看我妈的情绪不稳定，赶紧拦住她：妈，你冷静一点，她死了你也要坐牢，不划算。我看着生我养的母亲，已经失望透顶了。我以为她只是不爱我，或者说是偏心，或者说还是有一点点爱我。如今她却想让我死。侄子在摇篮里睡得香甜，小脸粉嫩嫩的，胖嘟嘟的，一看就是养得很好。他看见我的时候还在笑，我手上的动作一下轻了下来，害怕弄伤了他。我小心翼翼地将他脖子上面的平安锁取下来。老公看我出来之后，才将我妈和弟妹放进去。弟妹和我妈进去的第一时间就是查看侄子，他们将侄子的全身都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一点伤口之后，才从里面出来。出来的时候，2个人都同时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冷笑一声：我不是你们，我才不会在背地里搞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事情。我妈颐指气使道：你说什么我们就要信吗？我和你说，你必须马上出钱让我们带超超去医院做检查，谁知道他身上有没有什么内伤？立刻，马上！我回他们，你们2个立刻马上给我收拾东西滚出去！刚刚你拿刀威胁我的视频，监控已经全部录下来了，我完全可以报警抓你。我让老公将我妈和弟妹房间里面的东西全部丢出去。老公知道我受了委屈，从来不会质疑我的做法，也不会觉得我心狠，他只会按照我的要求照做。大舅和二舅一家眼看热闹已经看得差不多，担心惹火上身，麻溜的就离开了。我妈怒吼着：我是你妈，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的东西就是我的，而且你生的是女儿，将来这个房子也还不是要留给超超？难道你还指望女儿给你养老吗？你都这样对我，将来你的女儿只会变本加厉地虐待你。我告诉我妈，不会的，因为我会把全部的爱都给她，她不会受到一丁点的不公平待遇。从前我只觉得你对我时好时坏，所以我还在你身上奢求那可笑的母爱。但现在我算明白了，我们的母女情分也是走到了尽头。你们2个也别想住在这儿，学区房和你们也没有关系。既然林州那么有本事，你就让他也去给他的儿子买一套。我妈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那是你的亲弟弟啊，里面那个是你的亲侄子，你真的那么狠心吗？嘻嘻，妈妈知道你是个嘴硬心软、心地善良的好孩子，妈妈错了，可以原谅妈妈吗？我对他此刻的行为表示无语，你都没把我当你的女儿，他们又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让老公将侄子从房间里面抱出来。
交到弟妹手里面，你们最好赶快离开，不然待会儿我就报警说你们私闯民宅。你们剩下的行李我会让以安打包好，放在门卫室，明天你们就可以去拿了。”我妈继续哭闹着：“林夕，你简直不是人！我一个人辛苦把你拉扯大，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我已经不想再和他拉扯了。”打电话让保安上来将我妈带走了。他们两个走的时候，嘴里仍旧充斥着对我的谩骂：“林夕，终有一天你会自食恶果的。”老公将我的耳朵捂上，不让我听那些声音。等他们走后，老公十分愧疚地说：“对不起，这些天让你受苦了。要是你没有嫁给我这个孤儿，也不至于会这么麻烦。没事，我只是不幸运遇到这样的母亲。不过我现在也已经释怀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唯一值得爱的人就是我自己。”第二天我就搬到月子中心了。房间的空间很大，视野也很开阔。月子中心的饭菜我也很喜欢，在保证营养的同时又不会让我长胖，还有人专门照顾孩子。我真后悔没有早点搬进去，有些专业的事情就得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我知道我妈还是对于我一人搬进月子中心的行为表示不满意，但她联系不到我，也找不到我人。我将她和弟妹的电话都拉黑了。小区有保安拦着，他们也进不去，因为这件事情唯一没有出现的人就是我的弟弟林周，以至于我都快忘记了他的存在。他的微信在很久之前就被我删了，因为他只会说自己没钱，然后找我要钱花。现在他终于要出现了。林周给我打了10几个电话，我都没有接，他又继续给我发短信骂我：“林夕，你趁我不在家就欺负我的老婆和孩子，都是孕妇，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一点，自己跑去月子中心过好日子？欢欢也是为我们林家生下男孩，你怎么能这样对他？你这样对待自己的亲人，真的不会遭报应吗？也不知道你晚上能不能睡着，马上把月子中心的地址发过来，然后给欢欢也订一个。这件事情就算是过去了，我和妈都会原谅你的。”真是好笑。林周他在自己老婆生小孩的时候都没有回来，现在还表现得一副爱妻爱子的样子，不知道是装给谁看。我就回了他2个字：做梦。小时候林周不管要什么东西，我妈都会让我让给他，久而久之，他便觉得只要他在我这里提任何要求，我都会同意。以前是我没有看清他们，从来只会顺着他的性子。第一次拒绝他，是他结婚的时候，我妈想让我出5万的彩礼钱。我妈哭着说：“你忍心让你弟弟打一辈子光棍吗？”我直接就推门离开了。第2次拒绝他，是林周在外面打工，把那个月所有的钱花完了，让我给他老婆生活费。我回他：“那是你老婆，不是我老婆。”从那之后，我学会拒绝他们一切无理的要求。这次是我生产完，一时对我妈心软，以后不会了。林周被我的回答气到了：“你是我姐姐呀，你不应该帮我吗？”林周3、4岁的时候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妈会把2个鸡腿都给他，那时他总会偷偷把碗里的鸡腿分给我1个。后来大概是被我妈宠坏了，又或者是享受到好处，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你别结了婚以后就帮着外人，我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血，我们才是永远的一家人。我最近向老板申请了年假，已经买了明天回来的车票。你怎么不回我？我并不想在他这里浪费我的电话费。第2天下午的时候，有个同城的电话打进来，一般看见一个城市的电话我都会接。电话被接通后，那头传来我妈的声音：“林夕，你真的是没有心啊！我找隔壁邻居借手机才能给你打个电话，
你如果实在想和我们断绝关系，也是可以的，拿30万过来，就算是这些年我养育你的费用。30万，你要的也太多了，我是1分钱都不会给你。我回了一句，就把电话挂断了。你继续去做你的白日大梦去。第4天的时候，我妈又换了一个人的手机号给我打电话。我妈哭喊着：林夕，你救救你弟弟，要债的人已经来家里面了，他们说要拿房子抵债，那个房子可是你爸爸留下来的，要是真的拿去抵债，我们就没有地方住了。你都有钱去7、8万的月子中心，难道还没钱拿出来救你弟弟吗？我已经有些不耐烦了，都说了和我没有关系，林州的事情你让他自己去解决，要是那些人敢来威胁我和女儿，我会马上报警。林州的生死与我无关，是他自己活该。林夕，你这样对自己的亲弟弟，你不得好死。我会比任何人活得都漂亮，因为我不对他人抱有幻想。我就知道林州那么着急赶回来是有原因的，他老婆生产的时候他不回来，现在人家月子都要做完了却跑回来，合着是回来躲债了。我妈每天都换一个人的手机号给我打，我只要接通，听见我妈的声音就挂断。后面接近1周，我妈都没有再给我打电话，我还以为是他们终于想通了，知道从我这捞不到一点好处，也就放弃了。等我从月子中心出来，我才听到关于他们的消息，据说要债的人从林州工作的城市找了过来，甚至已经找到了家里面。林州哭着求我妈将房子卖掉给他还债，如果不卖掉房子，林州可能就有生命危险，所以我妈同意了。但是林州的老婆不愿意了，要和他离婚，带着孩子就离开了那个家。把债务还清之后，林州不知道去了哪里，没有任何消息。我再次见到我妈的时候，她是在路边，整个人都脏兮兮的，看起来好像是疯了。她嘴里还在不停地念叨着：超超，不要哭，奶奶在这儿。小周，你快回来给我们撑腰，你那该死的姐姐就知道欺负我们。随后她又抱头大叫起来：啊啊啊！看见她现在的样子，我有点难受。我伸手想要触碰她，她向后退了几步，脸上露出了警戒感。我不是孤儿，却只有她陪着我，容我一惊。就算我妈疯了，心里想的也还是她的儿子和孙子。我将她送进了精神病院，再也没有去看过她。后来小满也长大了，我告诉她，爸爸妈妈这一生都只会有你这一个孩子，因为我们会把所有的爱都给你，永远不会让你在患得患失中长大。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60岁那年，我要和李振国离婚，儿子不解，不就是爸和江怡出去玩了圈吗？都这个年纪了，你有必要吗？小题大做吗？李振国不屑地怒笑：离婚了，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到时候你可别哭着求我。我淡淡看着他们父子，失望过太多次的心已经麻木平静。对，我就是要离婚，签上名字，领到离婚登记申请受理回执单。我的心一瞬间平静释然。民政局外，今天的阳光很好，照在人身上，温热舒适。李建国冷哼一声：离婚冷静期还有30天，到时候你可别求我撤销离婚申请。他拂袖而去，年轻时挺拔俊逸的身姿已随年月佝偻，但仍在同龄人中出挑。我苦笑，当年我不也是因为这身皮囊，一头扎进了进来，不顾父母劝阻，风雨30几载，岁月染白了头发，然后在一身疲惫中，精准地迎来了自己的报应。好在还有时间。傍晚，儿子下了班闻讯赶来，他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妈，你和爸真的去办离婚了？我嗯了声，回执单就在茶几上。
儿子五官拧成一团，抿着嘴拿起回执单，只看了几眼，就大力扔了回去。他转身，语调勃然拔高：“妈，我就不懂了，这个年纪了，你还闹什么？不嫌丢人吗？不就是我爸和人出去玩了几天吗？这算什么大不了的？”我抬头看他，这算出轨？他微愣，夸张地笑了2声，皱眉嘲讽：“妈，你还是18岁的小姑娘吗？他们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做什么出格的事吗？您至于这么上纲上线吗？”见我不说话，他叹口气，语气又缓和了几分：“妈，我爸和江姨如果真是那种不管不顾的人，早就各自离婚在一起了，哪还有您这几十年的幸福时光？都是有分寸的人，只不过是年纪大了，想弥补一下遗憾，一起出去玩玩。您别小心眼了。”我心下一惊，蹙眉看他：“你认识江然？”“江然，李振国的初恋，我从来没在儿子面前提起过。你早就知道他们有往来。”儿子眼神闪躲，半侧过身，小声回道：“反正你别斤斤计较，没事找事了，说出去让人笑话。”我愣愣地看着他，呼吸郁结。我亲生的儿子早就知道他父亲的烂事，却不但没有替我争取一个公道，反而信誓旦旦地为他们的偷情保驾护航，还要站在道德的制高地指责我小气，心渐渐冷硬。我垂下眼睫，不想再看着这张酷似李振国的脸，用和李振国相似的语气对着我一通说教。我说不过他，也不想再说，默默背过身去。他的声音又在我背后响起：“这不是还有30天吗？这30天您好好想想，今天这通折腾也算出气，吓吓我爸了。等过几天您见好就收，赶紧去撤销离婚诉讼吧。”说完，他转身去了李振国的书房。李振国和李竹清都认为我只是虚张声势，他们都觉得这不过是一个老实本分了一辈子的女人，忽然抓住了个把柄，想要趁机拿捏一下人，耍耍威风罢了。李竹清临走前小声地劝李振国：“爸，您别跟我妈一般见识，她估计就是嫉妒江姨，比她漂亮有气质，想撒撒气，女人都好哄，您服个软，说2句体贴的话，她就不闹腾了。”我沉默地坐在沙发上，夕阳将人影在地板上拉长，脑中又浮现那天我收到快递时的场景。本以为是李振国又网购了什么东西，我便直接打开了，可没想到入目而来的是一个信封。打开信封，一张张李振国和江然出去玩的照片迎面舒展开，婺源大片大片的油菜花金黄烂漫，庐山瀑布倾泻而下，烟雾缭绕，缠绕青山，自然辽阔，为他们绽放的笑容做背景板。他们并肩而立，李振国的胳膊搭在江然肩头，江然柔和含情的眼神中泛出些与年龄不搭的娇羞。的确如李竹清所说，比我漂亮有气质。李振国回看他，缱绻缠绵，皱纹里都是笑意。我认识李振国时，他刚被江然抛弃，经我领导和他领导介绍，我们开始相处。我对李振国帅气清冷的样子一见钟情，不在乎他和江然的过去，主动热情地靠近他。他半推半就，再加上领导的撮合，我们就结婚了。殊不知，是我半生痛苦的开端。照片下面是一封手写信，叙述着江然对李振国数年如一日经济上支持的谢意。庐山恋是我们年轻时最爱看的电影，如今我们终于在庐山重温旧梦。振国，我常常想，如果没有你，这一生我的精神和生活该有多么贫困乏味。照片我洗好分你一份，留作纪念。体内气血翻滚，可在那一刻，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在愤怒之外，理智地开始了推断。
他们开始联系时间、见面的频率，李振国这些年给出去钱的数额。我们相伴近30几年，我心知他对我已毫无夫妻爱情所言，如今还维持着夫妻之名，也不过是因为父母的身份、世俗的框架。可即使如此，我也没想到他会背叛这段婚姻，背叛基本的人伦纲常。那些往日被打压、隐忍不发的碎片日常，忽然通通在脑中涌现。我不想忍了。李振国下棋回来时，照片们在茶几上摊开一片，怎么还没做好饭？他不满地指责一句，在走近看到照片上的人时，脸色大变。林之允，你是不是拆了我的快递？他横眉怒目，胳膊一扫，一把将所有照片拢到一起，匆匆装进一旁的文件袋内，又确认了眼文件袋上的寄件人江然，然后颤抖着的手指向我：“你太没素质了，连小学生都知道，动别人的东西前要争取主人的同意。”我看着他慌乱又狂怒的眼神，心中早已平静，漠然地笑了笑。可我的平静似乎更拉升了他的情绪。你这是什么眼神？他拔高声音，你这是用什么样的眼神在看我？我最厌恶你这种看犯人一样的眼神了。我轻声开口求证：江然，你们这样多久了？李振国嘴巴张张合合，最甩下一句神经病离开。当晚，我沉思许久，这段表面体面、背地里早就烂透的婚姻该结束了。妈，我先走了呀。李竹清从李振国的书房出来，从我身边经过时，他停住小步，小声又嘱咐了句，带着警告的意味：妈，适可而止啊，闹得太过了，翻车了后悔的人是你。关门声响起，下一秒，李振国书房的门也关得震天响。我抬眼看了看日历，走过去，掀开新的一页，还有29天，李振国和我开始了持续的冷战。明明住在一个房子里，我们1周几乎都没有说过话。好在我们本来也分房睡了几年了，现在只不过从分房变成了彻底的割裂，并不难接受。虽然不说话，但每次在家里碰到时，他都忍不住停下来，在我背后冷笑一声，亦或带着怒意喃喃着什么，仿佛在说：有你后悔的一天。一开始我还会生气，问他到底什么意思，可次数多了，我连反应都懒得给了，就当今年的蚊子出来的早了。他笃定我离开他后无依无靠，所以不敢真的离婚，却没想想这些年我依附过他什么呢？他是研究院科员，听起来光鲜体面，可这一辈子到头来也只是一个小科员，没有科研成果，混到了退休，却始终自命不凡，觉得我只是一个棉纺厂女工，高攀了他。可我们从结婚开始就各自管各自的工资，除了家庭公共支出，我从来没有花过他1分钱。甚至几年前，他母亲生了场大病，他拿不出钱来 ，ICU 外待了2个晚上，整个人就苍老了一圈。人命面前，我看不下去，拿出了5万的积蓄给他妈交了手术费。他感动得红了眼，紧紧握住我的手。之允，我这辈子娶妻如此，夫复何求？最后，他母亲还是没有抢救过来，还是离开了。他父亲也在不久后离开人间。那段时间，他消沉抑郁，我始终陪伴左右，给他炖补品，盯着他吃药休息。可直到昨天，我去查他每个月的汇款记录时，才发现，在他父母去世的第2天，他就已经雷打不动的给江然汇去了下个月的生活费。那天我在做什么呢？是在厨房里撅着屁股忙前忙后，还是带着孙子穿梭在各个兴趣班之间呢？李振国这一辈子始终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别人都觉得我命好，可咽到肚子里的委屈，只有我自己知道。下午，
我洗衣服时，李振国忽然走到我身边，他一言不发地将自己的衣服也扔进了洗衣机，转身就走。滚桶里！我的衣服和他的混成一团，原本浅色的亚麻布料被2条黑色的裤子和线衣压住，一如我们这些年混在一起的人生。心莫的烦躁，我伸手拿出他的裤子、毛衣，扔在洗衣机一旁，加洗衣液、柔顺剂，启动洗衣机，然后去阳台上给自己养的植物们浇水。那盆刚买回来时，被李振国讥讽我附庸风雅、养不活的兰花，如今亭亭玉立，在微风中轻轻摇曳。那些李振国觉得又丑又没有香味的多肉，野蛮生长，酿出了新的一盆又一盆。阳光下，晶莹的露珠波光粼粼，一盆盆植物修剪过去，洗衣机里的衣服也洗好了。我拿出一件件舒展的晾晒开，看着柔软的衣服在阳台上翩然摆动，我嘴角不知不觉地扬起。我的人生很快就可以干净轻盈了。忽然，身后传来李振国的怒吼：“你在干嘛？我的衣服为什么在地上？”我转身，看到就是李振国阴沉的脸。过去30多年，我曾因他性格的冷淡阴沉伤心过，争吵过，努力尝试改变过，可最后都变成了无奈的承受，降低自己对婚姻的期待，对另一半的期待，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儿子的身上。为了避免李竹清也和李振国一样性格孤僻，我从不在他面前和李振国吵架。我自己从小家庭幸福，也想让儿子在有爱的环境中长大。我努力和李振国扮演了多年模范夫妻，几乎没人知道，幸福的背后都是我够忍。最后的结果，李竹清确实性格开朗，成绩优异，朋友甚多，可同时他也渐渐长成了一个精致利己、自私自利的人，习惯和他爸一起言语排挤我，这一生尽是苦涩。我问你呢，你什么意思？李振国的声音再次拔高，震得我耳朵一疼。我看向他，声音淡淡：“你也说了，是你的衣服，都要离婚了，我没义务帮你洗了吧？”我压下心中的不平，自己不会洗，你可以去找你的初恋啊。怎么，他不给你洗吗？话一出完，一股报复的快感和拧巴后悔缠绕，明知提将然没有意义，可还是忍不住2句话，果然彻底将李振国惹恼。他将手里的水杯砸向地面，茶水和玻璃碎片混在一起。李振国胸膛起伏：“林之允，你不用阴阳怪气，故意抹黑我和然然。”他嘴角噙起嘲讽的笑意。本来看你今天买了我爱吃的排骨莲藕，以为你脑子正常了，就想着给你一个台阶下，没想到你这么不识抬举。他眼神蔑视：“你就是连然然的一根头发丝也比不上。”我深呼吸，在他的注视中一步步上前。李振国镇定自若，甚至嘴角带着蔑视的笑意，直到我离他不过手掌宽的距离时，他眼中闪过怀疑，后退半步：“你想干？”我抬手，在他话音未落时，用力打过去一个巴掌。我回看他：“帮你洗衣服还是你给的台阶？你当你是皇帝呀？醒醒吧，李振国！真以为我给你当牛做马了一辈子，我就真是你的奴才，任你侮辱吗？我也是个人，和你一样有血有肉的人。”李振国捂脸，眼中闪过不可置信：“你疯了？”我也拔高声音：“我没疯，这一巴掌，我早该打你了。”当天下午，我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和一些生活用品，坐上了回乡下的车。爸妈是我家祖上第1代进城的，但他们去世前都不肯埋在城里，坚持要叶落归根，所以墓地还是选在了村里老家。这些年除了祭祀的时节，我已经很少回来了。
可每次到爸妈坟前，向他们说起生活中的一些事时，总还是忍不住哭上一场。工作中的委屈，抚养孩子的不易，婚姻的艰难，那些不能对外人所道的，压在心底深处的话，只有在爸妈坟前，可以毫无顾忌地说上一说。李竹清跟着来过几次，有次他忍不住笑：“妈，不至于哈，外公外婆又听不到，你哭给谁看？”那次之后，我没有再要求他跟我一起回来过。李振国更是早在爸妈去世的第3年就没再来过了。今天离开前，我擦干眼泪，笑着对着墓碑上的爸妈挥手：“爸妈，你们也会支持我的决定的，对吧？”墓碑无声，我也和照片里的人一样白发斑斑了。清风拂动一旁的柏树，轻轻抚摸我的脸庞。从墓地离开后，我去了老家，门口上了锁。我刚刚在门前站了会，住旁边的二叔干活回来了。80岁的老人，身体还算康健，还在坚持下地干活，谁都拦不住。他停下3轮车，佝偻着被打量了几眼，认出是我后，有些惊讶：“知允，你怎么忽然回来了？”他下车，推着我往他家门口走：“快回家，回家，让你婶子做好吃的。”或许方言熟悉的音调带来的安全感，或许是我感觉到这里还是有人欢迎我的，心中连日来的阴霾忽然散开，我真心的笑出来。好，我也想婶子了。得知我想回来住一段时间，二叔二婶忍不住小心翼翼的打听：“怎么了？吵架了？”我摇头，准备离了。二叔二婶对视一眼，眼中隐隐不赞同。二叔刚想开口劝，二婶拍他的腿：“离了就离了，反正我也一直看不上那个李振国。”他冷脸评价：“不就因为他出生在城里，就一辈子看不起我们村里人？”知允爸妈去世这么多年，知允每次回来烧纸钱，他什么时候跟着回来过？每次都说忙忙忙，总经理都没他忙。连这种面子工程都不愿意做。我看知允平时在家受的委屈会更多。婶子替我愤愤不平，越说越气。一个80岁的老太太，骂起人来口条清晰，急得二叔急忙劝她少说2句，别血压又升起来。我也坐过去，忙拍拍她的手，要她别担心。我在心中苦笑，原来我和李振国貌合神离。自以为表面琴瑟和鸣的生活，明眼人早就看透了。李振国爱面子，无论在家里怎么样寡言少语、冷淡对我，在外人面前都爱营造出一种模范夫妻的样子。是以他研究室的同事们、晚辈们常常表达羡慕我和他之间的爱情，举案齐眉，白头偕老。李振国自得其中。唯独在我老家的亲戚们面前，他是装也懒得了。只因为我家亲戚大都来自农村，从来瞧不起，觉得他们低俗、没文化。一开始我不服，年年拿38红旗手向他证明我也是优秀的。可他看着我的开心的样子，冷嘲：“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那之后，我依然工作认真上进。但再也不会跟他分享工作中的成就感了。吃完饭，二叔回屋拿出了一个小包袱，又从里面掏出一个信封。他颤巍巍把信封递给我：“你爸妈临去前，把这个放在我们这，说如果有一天你遇到过不去的坎了，就把这个给你。如果你日子一直都还过得去，那我们临去世前再把这个给你。”没想到还真被你爸妈预料到了。我呆住，接过信封，很轻，里面好像只有薄薄的一小沓纸。可听完二叔话的瞬间，我顿感万分沉重。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东西，爸妈不会这样交代给二叔二婶的。爸妈的小院还没收拾过，二叔要我留在他家睡一晚。我想了想，确实没有着急回去的必要。这次回来，
本来就是为了收拾好小院，做我以后养老的住处，于是欣然应允。吃过晚饭，我洗漱上床后，才又郑重地拿出那个泛黄的信封，一打开，里面的东西着实令我一惊。明黄色的存折底色已经暗淡，红色的大字写着“活期储蓄存折”，存入金额只有一笔，10万，是以我的名字存的。全身在一瞬间僵住，泪水控制不住地朝眼眶涌去。存折下面是爸爸熟悉的字体：“女儿，如果你收到这笔钱了，那爸爸妈妈猜你一定是生活遇到了难处。很抱歉，爸爸妈妈不能再帮你做什么了。希望这笔钱能帮助你逢凶化吉，渡过难关。永远爱你的爸妈。”泪水彻底决堤，颗颗打在薄薄的信纸上。他爸妈临去前还竭尽全力对我进行了最后一次托举。我将信纸贴在胸口，用力呼吸，感受它的温度，就像爸妈还在身边一样。第二天一早，我就起床了，从二叔家拿了铁锹和锄头，开始收拾小院，除草、通水、翻土、浇地。几天下来，屋子里亮堂堂的，阳光打在台阶上，照得人暖洋洋的。二叔抓来一只黄色的狸花猫陪我。刚开始，小猫认生，不肯靠近。喂了几天时候，它似乎感受到了我的善意，不再闪躲。每天一到饭点，就跳到我脚边，用头蹭蹭我的裤腿，要我也喂它。我给它取了名字，叫小暖。收拾累了，我就带着小暖去村里小路上溜达溜达。正是一年最好的时节，小麦葱郁茂盛，在春风中摇晃。地里有村民在浇地，水清亮亮地流过一条条田里的沟渠。我坐在地头，和村里不相熟的老人们一起唠嗑。和李振国的婚姻生活似乎已经遥远的像是上一辈子的事。这天，我刚遛弯回来，就听到放在屋子里充电的手机不停地响。一接通，是李竹清，他暴跳如雷：“妈，你干嘛去了？这么久不接电话，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我把手机拿得离耳朵远了点，不解地问：“怎么了？怎么了？”李竹清反问：“你一声不响的就离家出走了，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你还问我怎么了？”他指责我：“妈，你还是个小孩子吗？还闹离家出走这一套？”我就不明白了，不就是我爸和江姨出去旅游了一下吗？你怎么就这么硬抓着不放？我静静听他发泄完，淡淡答：“不明白就去死。”对面声音一滞，隔了几秒，见他没有后话，没事我挂了。等等，他喊住我：“妈，你到底去哪了？我去接你，你快回来看看爸爸，他现在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啊？李振国过成什么样，我不在乎，但我确实该出去一趟，处理一下离婚前的事宜了。离婚冷静期已过大半，既然断，那就要断得干干净净，清清楚楚，该要回的钱一分不能少。”我答应他，我明天就回去。刚走到家门，就听到李竹清和李振国的说话声：“爸，一会妈回来了，您可得控制住脾气。女人嘛，听几句好话就心软了，不生气了，心甘情愿地继续伺候您的起居了。不然您看这几天，连衣服您都穿不到干净整齐的了。”我心中冷笑，男人们总自作聪明地以为他们的几句甜言蜜语就能让女人心甘情愿地付出，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们愿意付出，是因为心中还有爱，有期待。一旦爱和期待都没有了，就算被包装得再漂亮的话，也无济于事。我咳嗽一声，李振国和李竹清对话止住，他开门，脸上堆笑：“妈，你可算回来了。”他把我朝李振国身边拉：“您看看，我爸都瘦了一大圈，您不心疼啊？”我看向李振国，他侧身梗着脖子，泛白的眉毛高高扬起，
倔强又骄傲。平时被我打理熨烫的服帖洁白的衬衫，如今皱疤又染上了其他颜色，脸上的肉是更少了，也更丑了。我对着李竹清笑笑，声音温和：“你爸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你就别替你爸瞎操心了。”妈，李竹清对着我挤眉弄眼，示意我不要再说了。他倒是很贴心，只不过贴的从来不是我的心，而是他爸爸的心。他爸不愿意听的话，他一句不让我多说。可他爸无端指责我的时候，他只会让我忍忍。李振国轻视我，连带着他也是。哪怕从小照顾他最多、最关心他的人是我，现在恐怕要让他失望了。以后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再也不要看他的脸色。儿媳妇从厨房探出头来，笑着招呼我：“妈回来了，快洗手吃饭。”我笑着点头。我心中对这对父子有怨气，但不能发到儿媳妇身上。我洗手，盛了3碗饭，放在儿媳妇、孙子和我自己面前。李振国上桌后，看着自己面前空空的桌面，眉头一皱。李竹清会意，立刻催促我：“妈，你盛饭怎么不给爸盛呢？”他碰碰我，还生气呀？以前都是我盛好放李振国面前的，李振国就像个大爷，永远等着就行。我反问他，有手有脚，自己不会盛吗？实在不会的话，可以明天和孙子一起去幼儿园学一下。边说，我边抚摸孙子的头。李振国2只眼睛仿佛要冒火，脸色一会白一会红。孙子还小，满脸好奇：“爷爷，你还不会盛饭呢？”“羞羞，我们班的小朋友都会的。”“小雨，吃饭。”李竹清制止他。我不耐烦地白了他一眼：“不让这个说话，不让那个说话，这家里就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是吧？”“妈，我管孩子呢，你就别掺和了。”他压着性子求我。我不置可否，拿起筷子夹菜，毕竟儿子是他的，见说不动我，他又支使起儿媳妇：“快去给咱爸盛饭。”儿媳妇快速和我对视一眼，继续埋头吃饭。他在催时，儿媳妇不轻不重地把筷子放到碗上：“你使唤这个使唤那个，就不能自己去给爸盛一碗饭吗？”李竹清一愣，儿媳妇一向懂事爽朗，她大概没想到自己媳妇这次会当着我们的面驳了她的面子。我心中暗暗给儿媳妇点了个赞，有的男人确实不值得给他脸。下一秒，李振国疼得从椅子上站起来，椅子和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林之允，看看你做的好榜样。”他端起一盘干煸豆角，用力砸向地面，爆发出尖锐的撞击声。孙子吓得哇的一声哭了，儿媳妇也瞬间变了脸色，语气很冲：“爸，当着孩子，您这是干嘛呢？”他转身抱起孙子，转身离开。李竹清喊了2声，儿媳妇也没有停下脚步。李竹清痛苦地看着我，声音疲惫：“妈，好好的吃顿饭，你说你这是干嘛呢？你真要彻底毁了这个家吗？”我放在筷子，平静坚定地看向他：“要毁了这个家的人从来不是我，是谁？你自己想想看吧。”李振国气得5官都拧在了一起，食指指着我：“林之允，你别给脸不要脸！”我抄起手边的饭碗，砸向那只高高举起的手：“谁允许你这样指着我了？想这样做很多次了，真行动出来，原来这样爽！”李振国痛呼一声，疼得收回手，弯下腰。李青竹急忙去看，我毫不在意。既然大家现在都在，那就说说婚后财产分割的事情吧，我们好聚好散。妈，爸都这样了，你还有心思谈财产分割？李竹清对着我喊。他所言不假，没想到我第一次出手就这么稳准狠。李振国疼得脸色煞白，额头冒汗。李竹清急忙带他去医院。他们走后，我淡定地继续坐下吃饭。没一会，
李竹清打来电话，说李振国手指骨折了。我忍不住笑出声，难道我在这方面还有点天赋？趁他们父子不在，我将一笔笔婚后财产支出列出来，等着他们回来继续清算。第二天，李振国、李竹清还有儿媳妇再次聚集在家里，我还喊了他以前单位的2个老领导，以及我聘请的律师。李振国咬牙切齿：“李之允，这个婚你确定要离了是吧？”哪怕眼神带着恐慌，但他不允许自己的声音有一丝胆怯的颤动。妈，李竹清捏紧我的手：“你别冲动。”我扶开他的手：“是的，我要离。”李振国捏紧拳头：“好，那你今晚就搬出去，这是我单位分的房子。”我淡笑：“你放心，在这里面多住1个小时我都嫌恶心。婚后你的工资从来没给过我，我们各自经济独立，就没什么好分的了。但是有一条，几年前你母亲看病住院，是我付的，一共5万，这个你不能赖吧？”我睥睨他：“当然不会，我转给你是我预料之内的反应。”李振国一辈子大男子主义，傲娇又自以为是，现在当着以前2个领导，就算为了面子，他也不会赖账。我点点头。还有家里今年新换的冰箱，今年重新粉刷墙面和新贴木地板的钱也是我出的，合计1万5，这个你也没异议吧？说着，我把这3项支出的发票拿给李振国的2位领导看。李振国脸色涨红：“也给你就是。”我继续点点头：“那现在转吧，一共6万5。”李振国一愣：“现在怎么转？”我笑：“网上银行转账很方便的。”我看向李竹清：“不然你帮你爸操作一下。”妈，李竹清笑得推辞：“这不着急，这不着急。”我蹙眉：“好吧，既然你们想赖，我就不留情面了。”在李振国惊疑的目光中，又拿出一条长长的汇款单，这些是这些年你汇钱给江然的单据，历时5年，每次3000，合计18万。这些还不包含你们出去旅游的花费。按法律，这部分支出我也是可以按婚内财产要求追回的。李振国拍桌而起：“林之允，你不要得寸进尺。”其他人也是听到这个数字后神色各异。李竹清皱眉，不敢相信：“爸，您转给江阿姨这么多钱？”李振国转头怒视他：“你懂什么？你江阿姨老伴早早走了，她生活无依无靠的，我不管她，谁管她？”我含笑纠正：“不是老伴，是姘头，她给人家当了半辈子的小三，好意思说那是自己的老伴吗？不过她也是命好，这个姘头死了，另一个姘头立马巴巴替补上来。”李振国顿住，眼睛瞪大，脸上的肌肉也紧缩起来：“你不要乱说！”我嗤笑一声：“怎么，你还在被蒙在鼓里吗？那你真是老糊涂了呀！我是不是乱说？你自己问问他就知道了。”在我笃定的笑容中，李振国渐渐开始怀疑自己。他的2个老领导也痛心地开口：“振国，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跟这样的女人不清不楚。”李竹清也着急了：“爸，如果真是妈说的这样，那您得把转给江阿姨，不对，是那个女人的钱要回来呀。”李振国死要面子，甩开众人：“不可能，然不会是这样的人。这都是他的一面之词，你们信了就中计了。”我不在意的摇摇头：“随你，我只要你今晚把这6万5转给我，否则……”我看向我的律师，律师妍妍立刻接话：“否则，我将代表林女士提起诉讼，要求追回您转给婚外情女士的钱款，并要求您公开道歉。”李振国颤颤巍巍栽倒在沙发上，李青竹替他开脱：“妈，您看爸都这个样子了，他还怎么给您转钱？您先缓缓行吗？”我不同意，除非你替他转过来先。儿媳妇闻言，
立刻掐了李竹清的大腿。李竹清低声痛呼一下，无奈地看向李振国。当晚，我就收拾好东西，连带着我的职务们一起搬上了妍妍的车。妍妍是二叔二婶的孙女，他们得知我要回来跟李振国谈离婚，便立刻打了电话给妍妍。我怕耽误妍妍的工作，本想拒绝，但想一想，确实有律师在，事情更好解决。于是我没有矫情拒绝，但表示一定给足妍妍律师费。在李振国懊悔不解的眼神中，我毫不犹豫地转身下楼。这个关了我30几年的牢笼，我终于挣脱了。临上车前，儿媳妇喊住我：“妈，您很勇敢，给您点赞。”深夜的晚风还有一点凉意，我们在夜色中相视而笑。妈，您知道吗？其实有很多次，你被公公轻蔑地指责时，我都在想，您怎么不反抗？我本以为您这辈子就会一直这样隐忍地活下去了呢。没想到，您给了我们一个惊艳的反转，我心中也渐渐温热，嘱咐他：李竹清身上有很多他爸的劣根，你该打该骂，我绝对没有二话。儿媳妇笑着点点头：您放心，我以后可能会不管这个公公，但我永远认您这个婆婆。我月子期间，您给我擦身体，不重样的做月子餐，每夜的照顾孩子，这些年我都记您的好。还有我们的房子，我也知道是您一个人的积蓄出的首付。您放心，以后我会带孩子常去看您的。我拍拍他的手，心中涌出一股惺惺相惜的感动。回去的路上很安静，妍妍放了首英文歌曲，我听不懂，但不影响我跟着音乐晃动身体，隐隐感觉里面有股推人前进的力量。妍妍边开车边笑着给我讲解，这是一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主题曲。这部电影里有句台词，我觉得也很适合您。我好奇是什么？妍妍清清嗓子，煞有介事地朗诵起来。有些鸟天生就是关不住的，它们的羽毛太鲜明，歌声太甜美，也太狂野了，所以你只能放它们走，否则哪天你打开笼子喂它们时，它们也会想办法扬长而去。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3天后是离婚冷静期到期的时间，我和李振国在民政局门口见面，结束了最后的流程。李振国愤愤欲言：林之允，你早晚会后悔的。和你离完，我马上就会娶然然。他大概以为这样的话还能刺激到我吧，可我只觉得好笑。你不嫌丢人，愿意娶就娶呗。人家能给别人做一辈子的小三，又给你做5年的小三，自然以后也能做别人的。李振国，你就抱着自己脑子里的初恋残梦继续过吧，看看除了你自己，还有没有人在意。李振国气得脸都绿了，他又习惯性地扬起手指我，只不过这次手指包着纱布。我勾唇，再指给你其他的手指也打断。二婚不过3个月，李振国和江然已经把日子过成一团乱麻了。江然这些年养尊处优，靠金主给的钱过活，几乎没有上过班，干过活。可跟李振国结婚后，一开始为了展现自己想好好过日子的样子，每天都坚持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一开始，李振国也体恤他，还心疼地说让他少做点。可靠装的东西总是长久不了的。第2个月，江然就已经坚持不下去了。李竹清夫妇上门的时候，家里常常乱作一团，用过的碗筷大辣辣地摆在饭桌上，没人收拾。一开始，李振国还自己麻痹自己，说他们老了，随意点也挺好。可当他穿出门的衣服越来越皱巴染色，被他人笑话了几次后，当他每天回家面对的都是冷锅冷灶后，他也渐生烦躁，想让江然把家里收拾好一些，多学学做菜。
这有什么难的？林之允之前从来没让我在这事上费心过，那你去找林之允过呀。你娶我干嘛？江然也有自己的脾气，两人都退一步，各自憋屈地继续过。转眼暑假来了，李竹清拜托江然帮他们照顾一下孩子，可连续2次，孩子都差点走丢。儿媳妇彻底发飙，表示以后不会让江然再碰一下孩子。李竹清无奈，只得额外出钱请了保姆。他给我打视频电话：“妈，你能不能暑假来我家住，帮帮我呀？”我平和地拒绝：“既然你之前那么喜欢你江姨，那就去找你江姨吧。”李竹清脸色难看：“妈，您怎么还跟亲儿子记仇呢？我没兴趣再跟他聊下去，没事就挂了吧。我该摘菜去做饭了。”挂掉电话，我起身去自己的小菜园。小菜园在我的打理下整齐又丰盛，绿油油的野菜，水灵灵的胡萝卜，小院里养的鸡鸭鹅欢快地叫着，自给自足，舒适自然。几天后，儿媳妇亲自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把孙子送过来几天。她笑着解释：“妈，一方面是孩子暑假的兴趣班们都结课了，确实需要有人照顾他；另一方面，我也想让他从小多接触接触乡下大自然，实践出真知嘛。不过如果您嫌麻烦，我就不让他去打扰您了。”我含笑应允了。儿媳妇是好姑娘，孙子也是好孩子，我对他们没有怨气，对他们的到来充满欢喜。小孙子暑假快结束时，儿媳妇和李竹清来接他，几人坐在小院的葡萄架下面，一起吃着我新摘的菜，纷纷感慨：“妈，这里真是养老的好地方啊！”正说着，李竹清的电话响起来，一接通，里面传来江然焦急的声音：“竹清，你爸爸摔倒了，你快来！”李竹清大惊失色，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摇摇头，他的一切都跟我没关系了，你们走吧。我烧的水要开了，我得去看看了。李振国这一摔很严重，一条腿大半都打上了石膏，不能下床，腰也摔得骨头错位，痛不堪言，一切行动都需要有人照料。他住进医院的第7天，江然就悄悄收拾东西走了。李竹清夫妻忙着上班带孩子，只能给他请护工。他脾气大，护工做的自然事事不如他意。连续换了3个护工后，李青竹终于没了耐心：“爸，你到底想怎样？”李振国也怒气冲冲：“他们全都没你妈照顾的我好，那怪谁？如果不是您和别的女人纠缠不清，伤透了妈的心，他会现在连带着你和我一起都不管了吗？好在，全说他垂下眼睫，我不管，我就要你妈回来。你去找她，把我的情况说给她听。我不相信她会不心疼。”李竹清转述给我。讲到这时，我笑出声，我又不是受虐狂，还会上赶着去伺候人呢。我冷笑，我也没那么在乎你爸和别人在一起。这件事只不过助推我离开而已，你让他断了这个念头吧，今生我都不会再去见他，以后你也不用再把他的消息告诉我了。半年后，李振国坐着轮椅来到我的小院门口，只不过还没来得及敲门，就被二叔二婶拿着大扫把赶了出去。隔着墙，他高呼我的名字：“之允，我错了，你出来看看我好吗？”喊的次数多了，我烦了，带着一众鸡鸭鹅和小暖出门，指着李振国的方向咬他。公鸡和大鹅听命，雄赳赳气昂昂地朝他飞扑而去，吓得他从轮椅上滚了下来。李竹清赶紧挡在前面，让我手下留情。我轻蔑地看了眼瘫在地上的李振国，冷嘲：“这里从人到动物都不欢迎你，滚吧！”说完，我转身关门。